1500公里，这是我们一路向北开进俄罗斯北极圈的距离。导航上的城镇越来越少，直到信号彻底消失。支撑我们开完这段漫长夜路的是一个极其俗套的执念。我想去连地图都没有的北冰洋边缘看一场日出。但在10月底，当你真的把车开进这座叫杰里贝尔卡的小镇时，这里给你的第一课叫做下马威。我们今天之所以来的这么早，是因为杰里这个城市它在修路，道路8点钟就关闭了。我们从摩尔曼斯克出发呢，预计是要2个多小时，所以为了留足充足的时间的话，我们5点钟出发，争取在8点之前赶到杰里。不过一切都还蛮顺利的，因为早上凌晨真的没有什么车，所以我们7点多就到了，所以我们现在还有充足的时间，所以我们就一路向北开到了没有路的地方，也就是北冰洋了。我们来看一场日出吧。日出在那边，所以我说我们得登到那个高的地方。好嘞。妈呀，上不去啊！那边就是北极了，我们也走到了世界的尽头。我们现在在往山更高的地方爬，因为那边马上就要日出了。那不是我们在低纬度城市里见惯的带着温柔暖意的晨曦。9月北极圈的太阳是从那片仿佛能吞噬一切的黑色深渊里极其艰难却又极其蛮横地挣脱出来的。起初只是一抹极其微弱的带着铁锈味的暗金，像一道锋利的刀口，悄无声息地切开了天际线上厚重的铅灰色云层。紧接着光线开始沿着北冰洋峡谷倾泻而下，毫无怜悯地扫过那片被时间遗忘的北冰洋，扫过那些在海浪里轰鸣了1000万年的巨大原石。世界尽头的山顶上，对，很冷，但是很好看。由于常年的基建修路和极端天气，封路是这里的常态。在我们准备出发这里的时候，得到消息，早上8点到下午5点期间是无法进入杰里这座小镇的，所以你要么选择在这里留宿，要么就早点出发，并赶在关闭前离开小镇。当然，如果你选择在杰里这座小镇追极光，并想要感受一下世界尽头北冰洋的夜晚，那在这里留宿一晚也是一个不错的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我剪这期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条荒诞的新闻。2026年春节前夕，一场突如其来的极地暴雪让道路彻底瘫痪，上百名中国游客被困在村里的学校和文化中心，苦熬了40多个小时，在除夕当天早上才得以撤离。讲真，看到这则新闻时，我挺意外的，因为我们去的时候，这座镇子空旷的有些不真实。拿那个著名的世界尽头的秋千来说，我们没有遇到任何排队的人群，面对我们的只有空空如也的海岸线。也许是因为大家都在等一场冬天的暴雪吧，但在俄罗斯待了10几年的我们，对千篇一律的凛冽大雪早已祛魅。比起白色的死寂，我们更渴望在凛冬前夕的旷野里和10月的太阳来一场纯粹的交谈。所以为了避开交通管制，我们决定在无边的黑暗中驶入杰里，从日出一路开回到日落。路上几乎没有车，眼前一片漆黑，只有远远的天际线像某种神秘的巨兽在向我们招手。而对完全未知的我们来说，一切都是好奇且神秘的。那边亮的红点，每一个都是一座风力发电机，他们说是风车。我们一路走来没有这样的地貌，就是路的两边有山，这种地貌。这可以写生了我。但这山好像……哇，前面这也好看。这边会不会有打鱼的人啊？咱是不是能买到一些新鲜的鱼啥的？好好看哦，外头没白起，真的很好看。这里应该都是民宿啊。哎，是像。从崂山后山上去，在小镇入口处的浅滩上，
大自然毫不掩饰它的残忍。这里躺着许多废弃的巨型渔船骨架，当地人叫它船舶墓地。几十年前被淘汰的渔船被拖到这里，任由北冰洋的盐分慢慢腐蚀。它们看起来像巨兽的骨架，构成了极具冲击力的末日废墟美学，也成了很多游客和摄影师打卡的地方。有意思的是，有些当地人并不喜欢这里，觉得这些只是碍眼的垃圾。但随着游客越来越多，这些残骸最终还是被当作历史的一部分保留了下来。如果你翻开历史，会发现杰里贝尔卡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破败。半个世纪前，这里曾是北冰洋畔最繁华的渔业中心，每天都有成吨的鳕鱼从这里运往全苏联。但随着时代变迁，近海渔业衰败，大船开不进浅水港，曾经熙熙攘攘的小镇被迅速抽干了血液，年轻人纷纷逃离。杰里贝尔卡就这样慢慢变成了一座被时代遗忘的鬼城。直到12年前，俄罗斯导演安德烈·萨金塞夫在这里拍出了一部让世界绝望的电影，同时拿下戛纳金球以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利维坦》。讲述了一个名为尼古拉的普通修车匠试图保护祖宅，免遭腐败市长瓦迪姆以公用事业名义强制征收，最终家破人亡的悲剧故事。在圣经里，利维坦是一头凡人根本无法战胜的海怪，导演用它来隐喻那个极其冷酷，能把普通人碾得粉碎的庞大体制。Жена моя воскреснет. Дом мне вернут. Районного суда по делу номер 06-18 в присутствии гражданина Сергея к наказанию в виде лишения свободы сроком на 15 лет в 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й колонии. 极具话题性与讽刺意味的是，利维坦对俄罗斯体制的深刻批判，在惹怒部分俄国保守派及官方媒体的同时，却意外地为杰里贝尔卡带来了资本主义式的救赎。影片上映后，其阴郁苍凉的极地美学迅速发酵，使这个曾经被贴上异域的死水与鬼城标签的破败村庄，一夜之间成为俄罗斯北极圈最热门的旅游胜地。伴随而来的旅游热潮，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小镇的生态。夏季，成千上万的俄罗斯本土游客涌入参加北极节，在废弃的建筑旁品尝极地街头美食，聆听独立音乐。冬季，大批来自亚洲的游客为了追逐绚丽的极光，让这里原本匮乏的青年旅社与民宿供不应求。历史的衰败与电影的悲剧在这里重叠。今天，当你真的站在这片海滩上，听着耳边的狂风，看着这些烂在水里的巨大残骸，你确实会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在庞大的现实面前，普通人真的只有认命吗？但大自然从来不会只给你看一种脸色。电影里的镜头是灰暗的，可真实的9月极地却在用一种最生猛的色彩和力量撕裂这种绝望。可以说是杰里这座城市必打卡的一个点，就是这个海边，这里是沙滩，对，然后这儿有一个宝座，可以去拍照打卡，然后这里有鲸鱼的骨头，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看着像假的，因为它太白了。如果它是真的骨头的话，应该会，还是真的，可能经过了一些处理。它这个沙滩的海岸线特别长，从离开海滩，我们走向小镇尽头的杰里瀑布。这里的海岸线没有一粒沙子，全是由几十厘米到1米多宽的巨大椭圆形石头组成。它们是冰川退散时留下的遗迹，经过北冰洋千万年日夜不停的疯狂吞吐和打磨，变得极其光滑圆润，呈现出一种毫无生机的灰白色和暗绿色。当地人戏称它们为恐龙蛋。我们刚才在车上犹豫了至少半个多小时，犹豫要不要来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开车，必须步行进来。但是我们当时，因为我们刚才看了日出，在山顶上吹风已经吹了2个小时，身体已经冻透了，
所以我们已经纠结了很久，我们一度已经不想来这个地方了，就觉得瀑布，然后就是因为它主打的是那边的瀑布嘛，就觉得还好了，就要不然就别来了，就差那一步，我们可能就没来了，就看不到这一块了。你想啊，我们从彼得堡走到这边来，将近2000公里，然后走到这里，就差这一步。就是我是说，从现在的角度去看看1个小时前，你会觉得很神奇。如果你那一步没来，也就没来了。但是你真的跨出那最后一步，你看到的东西，你体验过的人生，是真的不一样，有没有？所以啰嗦了那么多，我只想表达一句跟大家。有的时候，勇敢地踏出那一步，不管做什么事情，不行我们再回来嘛，对不对？从龙蛋海滩继续往深处走，就是杰里贝尔卡自然公园的核心区域。现在去这里甚至需要提前申请环保局的通行证，可见其生态的原始性。这里是活水与死海决斗的最终擂台——巴塔雷斯基瀑布。这绝对是我见过最不讲道理的自然奇观。它发源于高地的冰原湖泊，没有任何的铺垫，就这么极其粗暴地切开暗红色的花岗岩壁，咆哮着一头砸进深黑色的北冰洋里。在这里，内陆的活水与冰冷的死海发生了最惨烈的冲撞。无论是在电影里，还是在我们真实的生活里，总会遇到像利维坦一样那些庞大到我们根本无法对抗的压力、焦虑和无奈。我们都曾像那个修车匠尼古拉一样感到窒息和委屈。但这1500公里，这片海和石头缝里那抹刺眼的红，给了我另外一个答案。我们也许永远打不过那头怪兽，我们也许改变不了生活荒芜的底色，但只要你愿意，你永远可以像这些咬死在岩石上的苔藓一样，在最冷酷的废土上野蛮生长，给自己等来一个最耀眼的日出。大自然从不许诺温室里的安逸，它只告诉你，只要你敢于在这片最冷的废土上熬过黑夜，只要你像那些苔藓一样死死咬住岩石不肯松口，你总能等来一场专属于你的极其耀眼的日出。1500公里的狂奔停在了这片被阳光亲吻的荒原上，光线照在脸上，竟然有了一丝久违的滚烫。我是 Michael 夏，我们下期再见。如果一定要在所有的自然景观当中选一个的话，我一定会选择大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那个一望无际的海平线，就真的会觉得很自由，然后会觉得很放松，就会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哦。哎，展示一下，我哥做的 PPT， 太牛了！从我们第一天出发，对，到后面每一个还有路线图，这都是网上超强 J 人，这些图片是在网上的。我就跟着后面闭眼走，就是这么走，真不错。但其实我也是 G 人，你是 J 人吗？我是那个宝剑哥，哦，你保健就是我是 ENFG。哦，你是呀 J。我一般不会主动做计划，哦，但是我要做计划，我会做得很好，明白。我会很认真做。哥，你每件事都做计划吗？不，我也是，跟你差不多。那可能。但你比我有规律，你比我有规律。你比如说我们去健身啊，或者怎么样，你都会按时到，我通常都不会。那你J什么呀？你这都J呀？我刚跟人约好10点，我会提前5到10分钟。我就不太行，我也会提前，但是这个提前提着就很多事情就你知道吧，它就出来了。